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卡环游记，我是大卡，我是小桃，下午好。OK， 今天呢又是我们的江南居系列，我们会单独的把几个城市，就是做成江南居系列，就包括苏州、无锡、张家港和江阴。张家港和江阴自然不必说，因为本身是我们的家乡。然后苏州、无锡的话，因为本身我们去的会比较多一些，尤其像苏州，我是在苏州念的大学，所以说苏州的很多的方面都是比较熟。不吹牛的说，我在苏州应该骑脚踏车都骑了有1万多公里。像苏州也有很多好玩的一些地方，像大家知道的太湖，包括枫桥寒山寺、虎丘塔。还有那个比较文艺范的叫平江路啊、山塘街，还有很现代化的苏州的园区这些。还有博物馆。对，还有苏州博物馆，那是贝聿铭设计的。江南居系列呢，我们会不定期的更新，因为可能会拍的比较琐碎一些，不像去一些其他地方都需要住宿，像苏州、无锡啊这些地方，我们只要1个小时，可能就要1个小时出头的时间就可以到，所以我们也不会住在那边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希望把我们这边的1年4季的一些风景，然后包括一些好玩的地方呈现给大家。在这个江南居系列呢，我们会介绍我们江南当地的一些美食美景，未来可能说还会介绍一些服饰文化，甚至说我们这边的方言，大家耳熟能详的吴侬软语这一块，我都会一一详细的去做，每一集都会去介绍。这次呢，我们选的是苏州的太湖边，它有2个比较有名的，一个是东山，一个是西山。然后这次我们去的是东山，东山呢它是一个半岛。像苏州东山的话，大家肯定听过一种茶叶叫碧螺春，最有名的就是苏州东山茶厂产的碧螺春。不过现在是冬天，它不是碧螺春上市的季节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京沪高速上，就是可以明显感觉得到，刚刚我们走那个西张高速的时候是很空的，这边京沪高速一下子到了苏州无锡段，它就车流量非常的大，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两边它是有路灯的，好像一般来说只有车流量很大的地方才会装这个。其实一般苏州市内通勤的话不用走高速，基本上快速路可以直达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走的比较晚一些，然后刚好是拍那边的夕阳，所以我们就赶了一些，就直接高速过去。已经下了高速，现在离东山还有26公里。我们现在就停在这个太湖边，有没有那种一望无际的感觉？没错，而且阳光照在这样子的漂亮的湖边，眼睛都睁不开来了。可以看到我们在的地方是苏州的东山，那边应该是苏州的西山。西山上有那个叫什么缥缈峰、灵乌洞。我们好像快到了，马上就到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边陆象古村，因为我们之前办过苏州的休闲年卡，所以直接在这边换票进去。如果说购买的话，差不多单价要65块钱一张，还是比较贵的。好小一只，看到没有？好的，你拍得到吗？拍不到吧？我这个那不是相机可以拍得到。那小鸭子看起来有一点点孤独，怎么会有这么小啊？一个人在那边。
哦，看到了2只，那边哦，它的鸭妈妈应该在那边。进门看到了好多在游水的小鸭子。鸭妈妈怎么看不到呢？鸭妈妈呢？不知道，都是很小的。哎，它们集合了。这个村里面它种了很多这个枇杷，好像东山白玉枇杷是比较有名的。以前我们学校有那种学期作业，然后当时让我们选地方，就在苏州的东山、西山的这种古村去找一些取景的点，然后我们拍成故事片。以前我开始选的是这边那个录像古村，但是好像这边太不方便了，当时就转到西山去。我记得当时我们从东山到西山还是坐的快艇过去，280，太贵了。280，我没有坐过快艇。好的，我们今天也不坐，太冷了，因为你知道他在那个东山那个枇杷成熟的时候，这边都要堵车的。这个上面的雪居然还没有化，这个好像还1个礼拜之前下的吧？对的，上面都结成块了。可能这个因为这边是半岛上，它可能会冷一点。以前我们村也有的，但后来文革的时候就都拆掉了。我可能说的比较直白一些，原来那个他们说东山这边很多都是富户，就是一般有钱人家在这边安家，所以说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些村落。但是那个西山的话，因为东山它是跟陆地是相连，它是一个半岛，三面环水，一面和陆地相连。但是西山的话，它就是完全是岛上，所以说东山富户多，西山的话就是一些岛民比较多，这个人好少，但是比较安静一些，就适合可能说在这边闲庭信步啊什么的。就是很多富户多，就是很多对很多出很多当官的。1品官、2品官这样子的，1品官、2品官门槛越高，官越大。像这种房子，你别看这个烂烂的，里面都是人家这个私人房子，对，里面小桥流水啊，石头石子啊，这个里面很漂亮的大院子。对，像西山就不一样，西山就可能普通一些。西山镇是改造过了，对，整个西山变成等于新的了，对，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。这里不能动，这个是东山这个镇，这个老街不能动的。你看这堵墙啊，300多年了，等于是城墙。对，城墙以前都是糯米什么这个砖砌起来的，你别看这个墙300多年了嘞，这个墙对里面这个砖呀什么呀，以前还是做饭店的。你别看啊，这如果拆掉了是吧？它每一块砖里面都有刻字的。哦，对，以前就是就谁哪里造的这种。对，不是清朝啊什么这种字，反正我们看也看不懂。上次有一家上面也有一家挖出来啊，好多砖头，好多石头，人家都拿走了，都有上面都有花纹，然后字像以前铜钱一样的什么乾隆啊什么这种刻在一起呢，就老的青砖那种，这青砖。就是像这个路啊什么，应该都是重新改造过，都是以前的。但是我看这个石板路是以前的呀，以前要塌下去了就是这样子修一下过了，但石头是没变过。对，石头是没变过，就是把它稍微下面就是打地基一样的骨给它打牢一点，对，就不会弯了，就是这样。这个石头是不能动的。你看这个人家车子来来往往蹦蹦蹦蹦的，你看这个都是人家补的那个，不然的话不弄个的话，车子啊什么看过3轮车，它这大车进不来的，对，都是人家挨家挨户的民宿都是有这种3轮车，3轮车人家不是游客来玩吗？然后都10几个皮箱要装进来。最热闹的就是3月份、4月份、5月份、6月份、7月份。因为我刚刚还说，就是因为这边不是东山枇杷很有名的吗？就可能西山的枇杷是东山有名，对，东山的枇杷是人家昆山的人开车过来到这里来的，对。但是你不知道的，一吃就比较一下啊，就是不一样，因为土质的问题，就是说它这个是3月份是立冬春采茶叶的时候，3月份、4月份啊，4月底、4月20多到5月中、
是枇杷季节最旺的。对，枇杷是大概20多天就结束了，然后枇杷结束，杨梅上市。对，杨梅是头基杨梅最好吃，下雨过的杨梅不甜，不太好吃。因为5月份的时候杨梅5月后面，5月大概中，5月中后面，5月底，但是杨梅。像这边我知道那个很有名碧螺春茶，对，碧螺春是那个东山茶厂的最好的。对，碧螺春故乡嘛，这里是。对对对。不要6月份嘛，是杨梅的。让大家等我2话，你把连续到了你火上去。7月份桃子。对。以前还有橘子，橘子不值钱嘛。对。后来橘子就不种了。以前人家橘子红了，片录像不是电影吗？电视橘子红了，不是这里拍的呀？是这里录像古城拍的。对。然后他这里橘子没有名嘛，然后枇杷是最有名的。所以说挨家挨户基本上都有枇杷。对，所以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，那个枇杷都已经长出围墙外了。这样子围墙外，它那个杆子搭着啊，就是以防台风就是倒下来，把树枝呀。但我看到那个他来的时候，他不是有的那是上面种的茶树，然后他搭的那个脚手架什么的。脚手架不是茶树，那是枇杷。茶树是矮的，那个是枇杷。枇杷都是对脚手架搭的。对。以防它那个山陡呀。然后台风来了，那湖面台风来了，比如有风，他怕那个树大的倒下来，压到下面，全部滚下来。对，就是这个以防2嘛，采枇杷的时候可以爬上去。对，就是这样子意思。对，这才有点样子嘛。这个就是人家原来的小别墅这种啊，这个好像院子虽然小，但是别有洞天的样子。陆巷古村有许多私家园林，我们随便走进一家，里面都是别有洞天。哇，这个真的是，对吧？我往前面走，真的就是人家那种老的房子，里面还有福禄寿3星。不过，听说有更大的园子，5000平。我们趁着打烊前，气喘吁吁地赶了过去。这里到了望族文化展示区。4点半啊，现在4点20啊。好的。哦，这是明朝时的一个宰相。我们来到了会合堂，此堂为明朝内阁首辅王傲的府邸。那留园也不过就这种感觉吧。不过他是留园，他们是在苏州城内的。这确实很有钱啊。会合堂5进5出，规模宏大，建筑面积约3000平，占地面积5000平，砖雕、木雕十分精美。这里估计都是私家园林哇。小花园确实很大，这个范围。这个是人家原来的古井，真的是井。放一个轿子就要放一个轿厅。会合堂所在的陆巷古村，背山面湖，东面是茉莉峰，南面是碧螺峰，西面和北面是太湖。南宋时建成村落，自明代以来人才辈出。明正德初大学士王傲的故里即在此村。古村依山傍水，物产丰饶，红橘、杨梅、枇杷闻名遐迩。碧螺春茶叶更是享誉海内外。那出去我们看那个夕阳吧。
离开了这个录像古村，看完了这个太湖上的落日，我们就准备回去了。哇，远处好漂亮！你看这个山隐隐约约的，明月当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卡环游记。这次呢，又是我们的江南居系列。这次我们去的又是苏州，虽然我们上周才去过。这次我们要去的是苏州的灵岩寺。灵岩寺呢，它是在苏州西门外木渎镇上的灵岩山上。木渎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木渎呢？以前吴王夫差在为西施营造管娃宫的时候，运来的那些木材堵塞了河道，木塞于渎，所以叫木渎。哦，原来是这么来的。灵岩寺算我们的古刹里面，比较特别的一个，因为它的门票只收1块钱，不像其他的很多寺庙，可能就是圈起来就收个几十啊，甚至说上百的一些门票钱。OK， 我们已经到了这边木渎，已经还有2公里就到这个灵岩山了。对的。好停车，所以我们停到这个山的西南边。是的。马上就要到这边了。然后这边好像交通都是改造过的，原来就是我们从学校出发，然后往西山这个方向走，这边老是堵个半个小时，现在改了，好像好多了。这里面都会有一些什么呢？然后你看那个不是一个寺庙吗？买水的时候去问那个就是买水的阿婆，然后换了点这个一毛钱的硬币。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灵岩山，准备往灵岩山寺走。你这个单车不准上山，这个也没办法上去了。你看这个天气还可以，然后这个庙的这种颜色，你看这个黄的这个墙还是比较好看的，对吧？灵岩山位于苏州城外西南30里的木渎镇上，因为山上灵岩塔前有一座灵芝石，十分有名，故名灵岩山。这个就今天穿了一双这个鞋子，稍微有点重。没错。那我也是啊，我就不觉得重。好像你的看起来要轻一点。好的，还是蛮陡的感觉，但是它这个上面都是铺了这个砖头。卧牛绵巷，你看已经爬了这么高了，最后一段路了。步步山，拜拜佛，吃寿面，福气来山。三碗香菇冬笋，再加一碗个金针菇粉鸡，还有个馒头，个是放2只香菇，2个凉菜。一种四个啊啦。对。西菜一个，只有汤面吗？小菜要不要？小菜有油焖椒，小菜汤面都是汤面，小菜有小菜毛豆炸酱，可以做拌面吗？做不了，油焖椒白。对，你要不要素菜？这个6块，这个8块14。搿炒菜讲对吧？4碗面4个馒头，一共多少？4碗面是100，4只馒头1斤，100升斤。哦，100升斤。对。我的一碗少一点好了。啊，少点还这一碗，像他这样。对。我的一碗面少一点好了。这些。菜也没拿了。到了。拍个视频。啊。拍一下。对，拍了。谢谢。谢谢。好了。吃完了这个面，就去这个灵岩寺了。我已经看到了这个宝塔。刚刚在山脚下的时候，其实已经看到了这个宝塔。
侬吃一块一个开道头，在到高头可以买个了。原来用4个号上4个和尚一个点票。对对对。现金能付的吗？他这是那我们就直接现金嘛。现金嘛。对带的。灵岩山寺至今只象征性的收取1块钱门票，这1块钱的门票是以在16年往生的前主持明学长老定的。听他说，寺庙刚开放时票价仅3分钱，现在收1块钱，涨了33倍了，已经很好了。老百姓的钱来的也不容易，大家要凭良心的。栏杆上系满了大家求取平安康健的红绸。灵岩山寺因建在山上，需设计鳌上，上的灵岩山，才进得庙门，见得佛祖。去灵岩山寺拜佛，常被认为是最虔诚的。灵岩山西南麓有韩世忠墓，南宋抗清名将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合葬于此，墓碑巨大，碑文长达13000余字，世所罕见。我们在佛前拜了又拜，新的2024也希望平安康健，能一直陪伴着我们。OK， 我们现在去这个西面一个小花园。这边是玩花池。乌龟呢？我记得有只乌龟的呀，找不到了。玩花池相传是吴王为取悦西施所建，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了。姑苏灵岩，这边灵岩山上原来是有那个姑苏台还是管娃宫，反正管娃宫是以前那个吴王夫差为西施造的。我们现在是在那个灵岩山嘛，吴语的灵岩山和普通话的灵岩山是不一样的。我就知道灵岩山，不对，其实我们现在在苏州，我们要学苏州音叫灵岩山。灵岩山。对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吴语都是差不多，但是为什么就是会有差异呢？它主要是它的一个调值不同。就苏州音，它这边调值可能会偏柔一些，我们那边可能会就偏雄厚一些。灵岩山怪石嶙峋，松林满山，殿宇雄伟，古塔耸立，有多无功遗迹。哎，我们准备下山了。春秋时期，吴王阖闾曾在灵岩山造姑苏台，灵岩山又称作姑苏山。这边有一只那个石头乌龟，这边有一个石头乌龟，它叫灵岩石龟，上面写着“望佛来”。它这边对面遥望的就是太湖。沿着山路往下走，正值下午，阳光正好。阳光穿过竹林，一瞬间，仿佛忘记了尘世间的烦恼，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我们现在下山了，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多钟。这个阳光穿过树林，照在上面还是比较好看的。一路上，风吹过竹林的沙沙声，叽叽喳喳的鸟鸣声，小鸟和松鼠在林间嬉闹的扑腾声，不绝于耳，也是难得的贴近自然的惬意。
OK， 我们现在就下山了。下山了，我们或者去西山。上次去了东山，这次去西山。我们又是看有一个村，这明月湾，那边特别好看。对，这是我们主要是去看夕阳。我特别喜欢看夕阳。好的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！是的。好厉害呀！哎，你们这个上山一趟多少钱呢？300。哇，好吧，怪不得。OK， 离开了这个灵岩山寺，我们就要去太湖的西山岛。对，去看一看落日。但是今天这个雾霾有点重啊，不一定拍出来好看。没有关系，那边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古村，去看一看那边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太湖大桥上，这个桥应该是重新修造过的。原来的话就是进出都是这个一面，然后就是中间是隔开的。现在旁边又重新造了2个车道，然后还有一个自行车啊、人行车道、应急车道这种。有没有那种烟波浩渺的感觉？你看，而且太阳照在水里了。我真没办法拍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东山它是可以看得到这个西山，西山你看再往那边是不是就没有的感觉，对吧？苏州西山这边它不只是只有一个大岛，它是好几个岛连起来的，就是基本上大一点的岛都有这个太湖的，就经过太湖中间岛的这个路叫什么？我也不知道是叫什么路了。然后是相连的，好像还有几个岛叫什么三山岛还是什么，它是在太湖的中间。然后当然我也没有去过，都是只能靠轮渡才能过去。反正看不到那边。OK， 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天气还是灰蒙蒙的。那怎么说呢？就是其实我们江南这边的很多的天气都是这样，除了晴天，除了雨天，那可能有一些这种灰蒙蒙的天气。苏州它有它的一个民居，有一个特色叫粉墙黛瓦，就是黑色的瓦，白色的墙这种。因为苏州这边的天气很多时候就可能说阴沉沉的啊，下雨啊，或者说这种阴天啊。对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金亭镇。之前和另外一个好朋友还来这边想买那个碧螺春茶，当时跑错了地方，其实应该去东山的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转了半天不敢买，因为这个价钱还是比较贵的，而且本身就是可能我们网购惯了，你去实体店去买这个茶叶的话，可能就辨识不出来它的一个好坏。后来我们就什么东西都没买，然后就回去了，重新网上订了。碧螺春啊。对，炒青，其实碧螺春的话，它是比较好的那个炒青蒜，应该是这样说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明月湾。原来我们的设想是来西山这边看夕阳的，结果发现我们到这边的时候，夕阳已经被厚厚的云层遮住了，其实有点遗憾了。其实原先我们的设想是在西山这边那个拍夕阳的，但是你看一下这个，现在这个太阳已经被厚厚的云层遮挡住了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想看一下这个太湖它烟波浩渺的样子。因为上次我们在东山的话，因为它有西山的阻挡，但是西山的话，它这边就是西面的湖州啊、宜兴啊，就是都离得比较远，所以说你可以看过去，就基本上有那种一望无际的感觉。
这个哪得快个就是啊？你之前本地就接呢，你看呢？一点你看呢？啊这个，这个，那这个那不你看呢？啊对，还有娃个你看呢？好个，那一点你看。哦，这个多少？也有2斤。那2斤，你想3斤啊？快点，哎呀妈，就是啊！买点啊！ 2斤这就要10块钱呀，2块10块钱啊！哦，2块就要10块钱。哦，已经好了是吧？哎，对，我要改看，给他看了呀。是这个。他以为我的不好。或者要好，这个要好点。好的呀，那多好的，那你看看。啊，你看看，好吧，行吧。啊，这个2块10块呀。 OK。哎呦，3毛钱呢。对了。那。而且动的拿副帮呢。那。而且好噻。微游后又回人员。好噻啊。阿姨的西服也这样有一件，挺长的。我说你不穿了，给我穿。我吹风下雨买东西不能。他说妈，这件衣服挺贵的。挡风的皮嘛，皮就是会挡风一点。对，是的，挺贵的，妹妹啊。还行。谢谢你们啊。不客气。 OK， 离开了这个西山岛，我们就要回去了。虽然这边今天没有拍到这边夕阳的感觉是比较遗憾的，但是呢，上山的时候还是可以的。那个时候阳光，冬天的阳光洒在这个墙壁上，还是很好看的。那我们一会儿去吃晚饭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对，好，拜拜。 OK， 现在我们回去的路上刚好遇到了这个蓝调的时间，还是比较不一样的。这种灰蒙蒙的天，然后是蓝色的这种微微泛蓝的这种天空，就觉得很不一样，就那种大雾天那种感觉。在这个蓝调的时间行进在这个太湖大桥上，确实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。